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哈。今天非常高兴又请到了两位朋友一起来我们闲聊一下哈。一位是Tina Cisco 的 Senior HRBP，我知道 Tina 最近换工作了，待会儿你自己介绍哈。你的最新的没入职，谢谢你。好，另外一位是我们今天的嘉宾 Libby 哈，Libby 是HR 的这个高管哈，这个资历非常的丰富，曾经在全世界6个多国家工作过啊。然后今天我们主要是邀请 Libby 过来聊一聊，就是选择做单亲妈妈这个话题啊。Libby 也非常愿意去分享一下她的个人经历，那欢迎 Libby。嗨，大会家好，我叫 Libby，目前我生活在加州湾区，我是2年前通过精子库选择精子做试管婴儿，成功的成为了一个单身妈妈，现在我的宝宝已经3岁半了，目前呢我也在湾区的一家科技公司全职工作，做 HR 的工作，所以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欢迎 Libby，欢迎 Libby。我我对我对像你这样的女性就心里只有佩服，就是我觉得这对。个好难 manage，真的好难 manage。你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么一个决定？因为我相信你肯定也衡量过这些得失啊，或者是这个困难程度。就最开始你怎么能够下定决心来做这么一个事情，一个人来抚养孩子？其实你说衡量得失，我还真的没有那么仔细考虑过，你信吗？就是因我信，我信。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人生的一些决定，你可能没有办法通过衡量来嗯去决定。如果这件事情你心里觉得是对的，你就会去做。那因为成为妈妈是我从小到大一贯的一个想法，或者说在我的概念里面，做妈妈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小孩儿，所以我记得我刚刚20出头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要那个26岁结婚，28岁生第一个，30岁生第二个。然后一切都很明明白白的。但是呢，你们都也知道，人生是永远不会按照你想象的方向走的。所以因为种种的原因啊，我也在几段关系当中浮浮沉沉哈，然后经历了不少。但是呢，嗯。就是没有办法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和来生孩子，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这样的一种解决方案。因为想做妈妈的这个愿望从来都没有变嘛，所以有的时候婚姻你是需要顺其自然的，对。但是做妈妈是我的理想，所以必要的时候我就把这两件事情就分开了。拆开了是吧？那对，你从所以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但是你还在关系里，在浮浮沉沉的时候，可能你还在想办法，就是先get into a marriage，对吧？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哎，这个东西 marriage 搞不定，那我就直接跳过去 next step？你什么时候开始脑子里萌发我要怎么做的？好像就是某一天醒来，忽然觉得 it's the time，就是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这样啊？就是你们男生可能好像，我听至少有一些男生朋友是，就是自己从来都不想要小孩，然后忽然有一天就觉得我 ready 了，我就想要孩子。那我也是这样的。其实我当时在一段关系里面，我那时候我是30出头的时候，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冻卵，然后为后面做准备嘛。但是后来就是当那个关系没有办法就是开花结果的时候所以我就果断的决定结束那段关系，然后呢自己成为母亲。对，所以那也是一个契机吧。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36岁，那个时候自然的生理年龄其实也到了。我就好像有一种很强烈的本能，就是我就一定要做这件事儿。对。嗯，其实我跟 Libby 我们是怎么认识？我们是通过一个 coaching training 认识的。但是我认识了你以后，包括 Libby 很多发言在那个课堂上都是非常就是让你觉得醍醐灌顶。然后同时呢，我后来又去看你的公众号，就是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即使作为女性，我也非常佩服你的勇气。就是而且我觉得就是你有一个很强的 clarity。就这个是你怎么样就非常强大的一个内核。包括你跟我讲，就是说，你之前就是20多岁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可以调到美国来，然后就直接跳过了我们很多人，
必经的这个嗯。什么读书，然后再找工作，然后来美国折腾的这一步，然后就我觉得你能想的比一般人要深，这是我的观察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样形成的，就非常佩服这一点。首先谢谢你的赞誉哈，过亿了。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其实是偏直觉型的，在一些重大的人生决定的时候，我是 follow 嗯 my intuition，就是跟随我的本能，就是因为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做关键决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就是有些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决定，就是我的大的人生方向会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我知道会成为母亲，只是 I don't know how，对吧？那我嗯知道我想要就是充分的经历这个世界那 I also don't know how。那这个中间，所以无论怎么样，我就细节的东西，我觉得都无所谓。所以当这些机会出现的时候，我就会很本能的就去抓住它，然后就奋不顾身，纵身一跃，就好像不太需要去在这个细节的层面上面去做很多的权衡和考量。嗯，这是不是我们传说中的 strategic thinking 就是这样的？也没有，你可以说就是拍拍脑袋，传说中的拍脑袋。但是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你在30岁左右的时候选择冻卵这个事情，因为这是给你一个前提条件和基础。尤其是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多大公司甚至都有这个公司的福利，你可以去嗯，冻卵。所以其实近些年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同胞就是选择去冻卵，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嘛，就是也对。许不一定要用到，但是万一以后需要用到的时候，它就有一个 backup 的 plan。我觉得这对，就是你的准备，这就是你的，也不能说都是直觉，对吧？就是你其实早有一个方案在这里。对，就是可能就是我的直觉是我一定要做妈妈，那可能我就会想到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有哪些可能的 option，然后我就会把这些 option 都最大化。但是呢，这里有一个 caveat 想跟大家讲，就是冻卵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就是当我后来发现，当我想就是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那个卵子解冻的时候，就是它们全部都死掉了。就是很多人现在会冻卵，但是会拿出来用的人可能还在少数。就是大家目前还是就是把这个卵子冻起来，觉得以后用哈，然后这有这么一个保险在这儿。但是我也希望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成功，但是不排除会有我这样的情况，就是全这个部吗？对。我是可能不是特别顺利，就是在解冻的时候，所有的卵子都没有 survive。可能是有实验室的技术问题，也有可能是我卵子质量的问题，不好讲。所以呢，就是我这么讲吧，就是冻卵需谨慎哈，就是这是一个方式，但是呢，它不是一个100%的保障。嗯。嗯所以你30岁冻的那批卵没有用上，最后哎，我是很曲折的。我是对一开始想做这个，想做试管，没有，其实一开始没有做试管，我是先把这些那个卵子解冻，然后呢，它们全都死掉了。于是我就开始一轮一轮的，做那个人工受精，然后呢，又完了以后还是没成，大概做了6、7轮吧，然后也花了很多时六七间。轮，对，哇！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当中的心理煎熬其实是非常难过的，就是每个月你都要掐着点儿，然后说然后要用药，然后完了以后你抱着一个期望，然后呢重重的跌落到现实当中，然后哎呦，又失望，然后要重新再来过，然后每一轮其实都要花很多钱。那个时候我所在的那个公司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保险，所以全部都是我自费。所以就是后来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又重新在35岁的时候重新的取卵，重新的去做试管的全部的流程，嗯，然后才有了胚胎，而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现在的宝宝。所嗯，以我的这个我的过程天呐！还是有点曲折。太厉害了，所以我你这说这个想法。个内核很强大，是真的。所以你我刚才我刚才想问问题，就是说这个过程难吗？我就是现在都还没有问出来，他就这个已经，我就觉得哦，好艰难啊这个过程，这需要嗯很强大的内心的这个定力，才能够把这套整个流程走下来。就是你得坚持到嗯。这个目的，一直往前走。我觉得这有非常强大的内核，就像缇娜所说的。其实对做试管这个过程呢，它就是两方面，一个是生理上的，一个是心理上的。生理上的这一块儿呢，我觉得还相对
好克服一下，因为它其实就是一套流程走下来，你先就是打那个促排卵的药，然后取卵，然后呢就是在体外胚胎受精，然后形成胚胎，然后再就是移植，对，然后受孕嘛，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煎熬不煎熬，肯定是会有身体上的一些辛苦啦。但是我觉得更辛苦的是心理上，就是一定要保持心态的平和，要足够的这个平和，然后足够的强大，足够的坚定。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做试管嘛，真的是一轮一轮的去做，然后还颗粒无收，也要花很多的钱，然后对心理上、心态上是一个绝对很大的考验。所以呢，如果是有正在经历试管的这个夫妻的话，请一定要给彼此多一些支持和关爱，这个过程真的不容易。我们嗯既然谈到这儿，我们就谈一下 supporting system 吧。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就是当你做这些的时候，谁在旁边支持你，来给你不能说加油打劲吧，那至少给你有一个定心丸，或者给你有一个安慰这样的。嗯，说其实没有。父母啊，或者是朋友啊，或者是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没有跟任何人讲，就我父母是知道的。我父母呢是，我记得是中国曾经有一个最早做那个试管婴儿，单身妈妈做试管婴儿的那么一个女生，然后，当时有一些媒体报道嘛，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文章转给了我爸妈，说，哎，你们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然后我爸妈说，啊，挺好的啊支持。然后哦，对，然后我说好啊。后来我们就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面再有更多的就是沟通啊、交流啊什么的，我就开始搞了。然后后面所有的这个经历的一切其实是我一个人，我在美国一个人就是一步一步过来的。当然中间过程的有一些 update 我也会告诉他们，所以嗯，我也是很感谢他们的态度和支持啦。对。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对。那他们会给你压力吗？他们就是听上去你们是达成了某种默契。哦，他们没有给我压力，他们觉得就是如果我没有小孩的话，他们会有觉得比较大的压力，因为他始终是觉得，嗯、因为他们也知道我很想要小孩嘛，所以，他们其实，这一点上我是很感激的，就是他们其实对这个小孩怎么来的，他们是无所谓的，所以，你们目标是一致的。对，大家目标是一致的，这对，我觉得就是非常，嗯，就是务实的浪漫吧，我还是蛮感激他们的。嗯你父母是那种你只要想要什么，他们都会支持你的那种类型吗？其实从小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有主见的人啦，所嗯以他们其实很少去插手我的一些决定，嗯他们是大部分时间是会尊重的。然后当然我更小一点的时候呢，他们会帮我去参谋，但是其实从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比较注重我独立意识的培养，就包括我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连选那个去幼儿园买那个小伞，因为下雨了，我爸爸想给我买一把伞，然后他都会带我去，然后问我让我去挑我喜欢的花色，所以就这个小事情我印象很深。所以我觉得他们从小对我的教育就是，做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啊，就包括说去留学啊，然后各个国家跑来跑去啊。然后那个生小孩啊，基本上我就是 keep them updated 这种状态，然后他们也基本都是会在后面支持这样，对。非真好，常看重自己，而且好像他们也非常尊重你的选择。是的，是的，对。当然，就是说，在刚才你有问到这个支持体系，其实嗯因为他们在国内嘛，就更多的是一个精神支持。在我身边的话，还真的就是靠我自己，没有太多的那个，就是朋友啊什么可以去，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嗯，你去跟别人讲。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的，大家可能会同情，大家可能会尽可能去理解，但是真的，这里面你所经历的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我其实就直到后来我，这个怀孕了，然后我才告诉我的一些朋友。哇，不容易，真不容易。对，而且我记得李敏你说你出差的时候，就是一般出差的话就很麻烦，或者说就有几种解决方案，就是你都是备嗯，案的。啊
对，因为我其实生他的时候正好是疫情期间，所以我去医院都是我自己。然后呢，后来请过那个一个就是育儿的阿姨，但是带他可能到3、4个月的时候，然后我后来就上班，然后我就直接把他送到 daycare 了。然后后面就是我一直是带着孩子，同时要全职上班。然后因为我的工作也很辛苦，而且是一个全球的这么一个角色，团队也不小，所以呢，我经常是需要那个出差，还有就是那个跨时区的工作。所以的话，就是这就要求我很高效的，很有规律、很节奏的去安排我的这个每一天，以及说出差。嗯，所以就我发掘出了一套那个出差的攻略，就是有几种方案。分就是享一下，分享一下。对，就是我现在想想看，我基本上从他不到1岁开始，我就恢复了出差所以过去几年里面，我出差大概十几20次，然后去过6个国家。那我出差的时候，通常是有3种解决方案，一种就是我带着他一起出差。就是嗯，当我在美国境内出差的时候，就这种比较短途的，我通常就会带着他一起。而且2岁以内是不需要单独买机票的，这个你们应该知道，所以就是对对对，挂在我身上就可以了，就感觉就赚到了。然后呢，我就会在出差的当地会提前找好那个 local 的那个 nanny，这个你可以嗯咨询所住的酒店是不是有合作的这种 daycare 或者说 nanny 的这种机构，然后你也可以自己上网去找然后通常是按小时付费的。然后呢，到了当地，然后提前跟 nanny 沟通好这个每天的一些安排什么的，然后我就可以安心出差了。然后每天晚上的时候还可以跟宝宝在一起。小一点的时候，每次出差就是跟搬家一样，然后带好多的婴儿的东西。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还要每几个小时就要去给他喂奶，我还要带那个泵奶的那个机器，对，反正是一大堆的东西。那他后来等他大一点以后就轻松很多了，现在带的东西就越来越少。这是这种第一种方案，就是在国内，在美国国内出差，我就会带着他一起。然后第二种方案是我不是很喜欢的方式，就是把他留在家里，然后我请阿姨或者朋友过来照顾他。这种通常是我在就是需要跨国，但是时间比较短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去年去悉尼和伦敦出差，都是这种3、4天的短差，但是路途很远，那我带着他就会比较折腾，所以我就会临时请一个阿姨或者是一个朋友在家里面照顾他。这样的话就是会不会不影响他每天去上学？但是问题就是我会离他很远，然后我觉得有些情况什么的，我也会很担心我没在身边。但幸运的就是，目前都还算比较顺利，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就是临时的一个阿姨，我以前经常会找她。还有就是我有一个真的是中国好闺蜜，她就是在我去年去迪拜出差的时候，把她自己的2个娃托付给老公，然后专程从休斯顿飞过来帮我带娃。那几天我的天呐，也是非常的感激不尽。对，所以就是这里要划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有一个不需要特别庞大，但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支持系统，真的，你能够信任托付的人。那么而且要有一个很完整详细的 SOP，就是每天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这东西我就有那么一个小本本，反正大家谁都能直接上手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还好，不太会觉得那个就出差是一个太大的问题。那还有第3种方案就是，当我出那种比较长的那种差的时候，比如1个月，这种的话，我就会把他先带回国，放在我爸妈那儿，因为我爸妈在国内，然后我就开始那个就是连轴出差。然后，但是每个周末我都尽可能飞回我父母那儿，然后去陪他们。然后等出差完全结束以后，我再带上他回美国。所以我儿子现在3岁半吧，他已经飞过6次的国际长途航班。哇，然后而且呢，因为他非常爱坐飞机，就是培养了他爱坐飞机的这个爱好。然后他在飞机上非常乖，而且就是他很喜欢打卡这种各大机场，然后看各种飞机起落，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反正基本上这几种方案都能够 cover 我这种各种出差的这种场景吧。我觉得还蛮好的，也没有觉得有太大的负担。我以而且前看过，这个感觉是个天使宝宝。那对，个，太好带，主要是对，对，因为你中途要换很多什么不同的阿姨啊什么的，嗯。对，甚至这种就是你就培养他出来一个天使宝宝了。就他，
对，就等于是说在社交这块儿，就是他被迫从小开始训练他，然后就是我会跟他去讲啊，他就讲说，嗯明年会有一个很棒的阿姨是你的新朋友，你愿意认识她吗？然后就提前几天就开始给他打铺垫，然后他在 warm up，但是慢慢的就这个需要的这个 warm up 的时间越来越短，基本上随便一个人过来，然后只要是我提前跟他讲好的，他就是都会很快进入状态，没有什么出现问题，对。我以太棒了。前看过一个人的介绍，就是他的那个主题是说，呃，就是带一个很小的 baby 出去旅行，其实是可行的。他就讲了很多跟刚才讲的很类似，就是说，比方说到一个酒店，在酒店请个 nanny，然后他们就可以去玩儿，或者是一些出差也可以带着小孩出去，反正就在当地找好这个照料的机构。我当时想。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啊，这个好像当然是可行了，但是觉得好辛苦，就是要安排的事情又多了很多，然后你还有个牵挂。那我听了你的故事，我觉得你这个更加，这个要做的事情更加多，还有这种跨国的出差，还要去长途、短途不同的地方，呃，嗯，就是你觉得辛苦吗？我觉你的得还好，感受怎么样？当然就这肯定可行哈，肯定就是这么几集也就过下来了。但是我觉得你挺好的。你觉得其实就是，辛苦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你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一定要有一个很开放的心态，然后呢，而且要有一个这叫什么 growth mindset，就是你要去看到机会。所有的这些经历，我觉得都是很宝贵的财富。对我来说，我觉得，比如说，嗯，当遇到一个挑战的时候，我就会想，这里面带给我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就比如说，那长途出差旅行这种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哎，其实对于他来说，这是给他一个很好的 exposure，然后他可以看各种大飞机，他也很喜欢啊，然后我父母也可以见到他呀，然后而且我自己也可以有一个 break，对吧？我可以就是很放心的去出差，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去想这些带来的机会和积极的东西，那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嗯，这些都是很好的体验。就是我觉得我们在那个我们在就是 coaching 的那个课上，Tina 知道，其实是有一句话我是很喜欢的，就是说，没有所谓的得失，就是生活 life is not about winning or losing，it's just like a game. There's no winning or losing, but it's just played. 就是你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生活里面，你去经历它。有的时候这个经历没有好坏，所谓的好坏，更多的是我们人为给它贴上的一个标签。嗯，很多时候是在于你怎么去解读这个标签。我真的觉得雷比，你让我看到的就是人类的更多可能性。其实未来的世界就是应该，就是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然后每个家庭也有不同的多样性，然后嗯，就 modern family 嘛。对对，同时，我觉得就是提醒我了，就是我觉得长久以来呢，有一个就是 illusion，就是说女性生完孩子以后，职场上就会slow down。我自己生完孩子以后，就有很多好心的朋友提醒我说，你一定要 slow down，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小孩儿，你这个小孩儿很快就长大了，你让我非常 appreciate。但是呢，我其实也是觉得，就是生完孩子以后，你被迫变得更高效，然后而且就相当于说，you have don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the world，就你都把一个人都能照顾，就是 keep him alive，keep her alive，那工作那点小事儿又有什么呢？所以我的一个 insight 就是说。其实职场女性并不是，就这个就是 depends on 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就是你可以 slow down，你也可以不 slow down，但你要知道你自己是有选择的。对，我觉得就是生育是一个确实对女性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生孩子以后，无论是从精力上，还是说从自己身体上面，确实是需要做一些妥协。但是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有自我设限。
就是确实可能你要付出的更多一点，但是我不觉得就意味着你一定在职场或者是说在职业发展上面一定会就是需要 take a step back，对没有什么是一定的，只要你做一个决定是你认为这是对的，而且是你希望的，也可能就是我生了孩子，我现在就是想，职业上面稍微躺平一点，那没问题，这是你的选择，但是不是说你就必须你只有这一种选择。就是你对可以有别的选择。我自己当时的选择就是我就是要既要又要，我不觉得就是我要去牺牲对掉我的 career 发展，因为有了孩子以后，我的团队大了就是涨了2倍，然后我的所支持的业务部门也扩大了很多的规模，因为公司是在高速增长，我自己也经历了就是晋升，然后拿到更大的 scope，呃，然后不断的去挑战自己，我并没有 slow down，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必须，我不觉得 slow down 是必须的。太棒了，这就是一个 thrive 的故事，我太喜欢这个故事了。但是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硬币的另一面就是还是要清楚你自己的这个 limit 是在哪里的，就是一方面不要给自己设限，另外一方面也不要把自己逼的，就是说没有退路，就永远知道我自己的底线是在哪里的，那知道什么时候我要退出或者我要 slow down 都是 OK 的，但对关键就是要知道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是有选择权的。对，特别是做 HR，我觉得经常看到，其实有很多人是有这个 stereotype。首先，女性自己就有这种 stereotype，就是说，而且这个就是一个 ambition gap，就是生完孩子以后，你的 ambition 就觉得说我可能也上不去了，就有很多人是这么想的。然后同时呢，我觉得有很多 managers，包括我见过的 manager，就会自动减轻他们的工作量。人家还没有说要减轻工作量，但是非常非常贴心啊。但是它是一个 stereotype。就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是一个，大家对于职场女性的关心和这种爱护是好的，而且我也很觉得特别特别特别好。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就是，again 不需要自我感动，不需要设限。就是我自己的团队里面，我觉得我的团队里面就是这个特别人丁兴旺，已经有好几个妈妈，然后而且还有一个女生刚生了2胎。然后他们工作上面，就是我看到可能阶段性的确实是需要 take a step back，没问题，我罩着他们。然后，但同时，当他们 ready 的时候，他们依然可以非常非常高效的，然后非常 high performance 的去把要做的事情做好。就是我在他们身上真的看到了非常多的力量，和这对，种这种这种这种女性的潜能，就是很多时候不要还是不要给自己限制，就最好。对。嗯，太厉害了。我感觉这个整个 Libby 的这一套就非常的自洽，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工作上，还是从这个事情的安排上，他都把它安排的很好，包括自己的情绪、自己的这个对事情的这个看法和认知都非常的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从旁边角度看起来可能觉得很辛苦、很累、很多 challenge，但是他就能把它能够安排的很好。就很能够契合在一起，把这事情给做好。我问一个男性视角的问题哈，那嗯。个这个我们这个从男生觉得对吧？这个小孩儿如果在成长的环境中没有爸爸，是不是会有些缺失的这种遗憾呢？或者是说有一些困难呢？你是怎么嗯。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我觉得，就像 Tina 之前讲的，也许在几十年前，大家的一个 norm 就是一个家庭的长相，一个家庭的样子，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加一个孩子。尤其是计划生育以后，这是我们的一个标配，对吧？然后，不是这样的，那它就是不正常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样的、多元的这种家庭形态，对吧？有一个爸爸，有一个妈妈，有两个妈妈，两个爸爸，然后甚至有的是爷爷奶奶也在里面，有的可能没有，然后还有狗狗什么，就是每一个家庭的样子长得都不一样，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完整的、完美的，或者哪些就是缺失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认为是不是缺失的，那这个态度就会带给孩子。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哎呀，
你少了一个爸爸什么的，就觉得好像孩子就少了一点什么，那我们就会把这种态度投射给孩子，他也可能会这么去看待。反而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很坦然的一个心态，那我们的家庭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呀。那我觉得我不觉得小孩子会有什么问题，而且现在说实话，离婚率那么高，对吧？谁也难以保证说，我们都能够一夫一妻白头偕老。当然，这是一个最最美好的理想吧。但是同时，我们也认可现在，美国的单亲妈妈的群体有1900多万，对吧？就是大家都是，这已经是成为一个很嗯，正常的一个事情了。对，嗯，但是我也有想过说，哎，以后孩子，长大了我要怎么跟他讲？我就很正常的跟他去讲，我会跟他讲你是怎么来的，我会跟他讲，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叔叔，妈妈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帮了妈妈很大的忙，因为有他，妈妈能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对他来说，而且我会告诉他这个人是长什么样子的，因为我有他的所有的，当时去筛选这个就是精子库里面筛选的，我是做了很认真的功课的，所以他的很多信息我都是有的，我都会把这些告诉他。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对话。而且我听说这个 shopping experience 是非常好、非常开心的环节，有很多条件可以筛选，对吧？哦，这个是当时觉得很开心的一个环节。有点像后宫选妃的感觉。对，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想看中的这个标准来做定制化嘛。就是，我当时那个用的那个精子银行是美国比较好的一个精子库，然后，有很多的这个 filter 你可以选择外形啊、家族的病史啊、基因嗯检测呀，然后智商啊，然后性格自述啊，然后，这个都有很细致的这种呈现。所以我当时选的时候比较重视的几个点，第一个就是那个外形要帅，就是要有颜，你好不容易能定制一个，你肯定挑那个颜值高的，对吧？然后那有效吗？就是这个帅，最后哦，帅看你一定要，很帅了，你一定要选那种，反正我自己就是，你知道很多那个，尤其是西方人，他就小的时候照片很萌，但长大就长残的那种，所以我就会选那个，我老公。选就一定要选他既有小 baby 时候的照片，也有成人的照片的，就保证他没有长的那种。呃，哦，对对。所以我还没有见过你的宝宝，从这一季的确实是有效果嘛，就是很漂亮，非常漂亮。前看非常是漂亮，是吧？哎是一个呀，对的选择，但是对，again 就是希望也希望他长着长着能按照这个道路上继续长下去。对，所以外貌是一个，然后还你可以看到家族病史，因为所有的这个精子捐赠者，他要填很详细的这个家族病史啊，也要做基因检测呀，你可以看到他完整的基因检测报告啊，还嗯有他的那个他们的成绩单啊、学历啊、鸡蛋，性格还有一些录音的访谈啊、性格测评这些，其实都会，你基本上是我觉得比有的时候 dating 恋爱还要更加 scientific、更加科学的，你能对他有一个非常全面立体的了解。然后我嗯选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俄罗斯的，呃，就是建筑师。然后他是出生于莫斯科，哎呀，我的猫，然后后来来美国读建筑，然后就是一路学霸的那种，就是智商极高，然后也有很多的爱好，然后那个还有自己的这个建筑师事务所。然后我觉得当时嗯，就听他的访谈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好像是一个令是我的感觉，因为他还很喜欢古巴，很喜欢旅行，然后他自己弹吉他、武术什么乱七八糟，我就觉得哇，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认识这个人，我也会想跟他做朋友那一种。所以就是，对，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基因报告是非常的完美。就是没有什么基因缺陷的，所以他就很炙手可热。他的那个精子一上架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手慢无那种，所以当时就手漫无对，正好那个还在打折，就是那个精子银行是打折，20周年店庆还是什么的，然后要打，21吗？对，于是我就抓住这个我就很百年不遇的难想象这个机会。事情还可以打折。对，然后我就毫不犹豫就下单了，而且我买了好多，就是保证他以后买了兄弟姐妹好多，什么的也都有了，就是呃，
对，所以我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她真的生得很漂亮。当然我也可能有滤镜的啊，但是那没有，个 我见过的，我见过非常漂亮，而且性格也很好，就非常的社牛，社牛体质。啊，反正是我觉得，因为毕竟是就是一个科学造人嘛，就是那个从基因上来讲的话，确实那个有被拔高，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嗯，也许我觉得未来有可能就是你可以还是结婚生孩子，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或者谈恋爱结婚，但你都不一定需要跟你结婚的那个人生孩子，因为你可以选对。到更优质的。对，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比如说后来我这几年，比如说我也有 dating 嘛，然后就是约会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我是很自由的，那就是我并不需要，就是有那种因那个 time pressure，因为我比如说到了某一个年纪啊，我要结婚生子啊，我没有这样的压力，那嗯就是在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我其实是很自然、很自在的，也是真的能够去就是静下心来去探索这段关系。然后然后看能不能走下去的，而且我会见到的，我接触到的这些男生里面，不管最后我们是不是有走下去，但至少当我们在那段关系里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不同的想法。有的男生就是哦很开心已经有自己的宝宝了，因为我自己其实并不太想要自己的宝宝，那所以这样我们这就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压力点。那有的是说。就是哦，我自己是有，比如说有一个是因为他有青光眼的，因为青光眼是有50%的遗传几率的，所以呢，他很喜欢小孩，但是他不想要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会担心会遗传给他的孩子，所以呢，他觉得啊，这个 arrangement 是 perfect。还有的就是我再要不要小孩都无所谓，然后他也很喜欢我的宝宝，然后大家相处也很好。所以就是你会觉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liberating，就是很自由的一个过程。对，对，我觉得好嗯，像听到过很多女生讲，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年龄就要结婚，或者是说我被这个年龄卡着。对，对，就是一生那么漫长，对吧？然后我们有那么多的机会去遇见那么不同的人，没有什么是必须在这个时间做的，除了生孩子这件事情，因为确实它是有这个生育的女性是有这个生育的窗口期的，对吧？那除了这个事情之外，我不觉得必须得在什么时间一定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你看，还有很多的那个优雅的老太太70多了，然后开始学各种东西，然后那个事业开始创业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都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聊到现在，对我最大的冲击是你会发现，李比他对所有事情的看法都是非常正向的。其实我刚才聊了好些个话题，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尤其在我们真的是看到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好容易去处理的。包括刚才说带着孩子去 dating 这个事儿，你跟他聊下来，诶，这个反而是一个好事儿。有很多人就是专门是希望找这样的，他有可能又不想要自己的孩子，但又想要个孩子，他反而是会看到，就像李比自己说，经常是看到好的一面。我觉得这个态度是贯穿他整个故事里面非常核心的一点，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正向的、一个积极的、向上的一个态度。嗯，就这个事情就特别的妙，特别的妙。没有这个精神内核，就很难把这个事情全部给撑下来。我觉得这太棒了，非常我第一个非常厉问题吗？害啊！我觉得 Libby 他完全不内耗，对，对，太厉害了。因为这个震惊了。事情是你认为对的事情，那当你在做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没有人会内耗的，你会很坦然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它带来的所谓的辛苦啊、波折呀、你都会很平和的认为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无论你做什么选择，它都会有辛苦的部分呐、结婚也一样会有结婚的辛苦啊，那单身也会有单身的辛苦啊。做妈妈有做妈妈的辛苦，你人生不是容易的，没有什么事情是那么容易的。所嗯以就还好了。而且就是我发现，在 dating 的时候，我在 dating profile 上面就很清楚的写啊，就是我有一个宝宝，然后我是这样成为妈妈的，然后就会有很多人，他们就会觉得非常佩服，他们就会真的 reach out。他们就是我非常佩服，非常欣赏你的这个部分，然后我希望能够认识你，所以我觉得，你只要自洽，
然后你只要坦然，只要把这一面就是投给这个世界，那你就会吸引到好的这种能量到你生活里面来。我记得coaching 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 对 energy attracts a like， ，like 对 energy，吧？对，就是对对对对你只要觉得这个事情你做的是开心的，那也会把同样这么认为的人吸引到你的生命里来。对，coaching，我们必须要谈这个。我觉得李比做 coaching 是一个天生的因为是一个这是天生的 非常好的 coach，coach，对，非常非常好。完美。我觉得这coaching 我是觉得，是我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里面，也是我工作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虽然当时没有专门去读这个 coaching 的认证啊，上这个课程，但是我始终觉得，人之所以为人，最美好的部分就是他人性的这个部分。你看现在的这个，科技就是日新月异，然后一会儿是 AI 大模型，一会儿是什么什么，很多时候是不太需要人了，对吧？我们的很多日常的这些东西其实不太需要人了。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最美好的部分，恰恰是我们人的不完美的这些地方。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就是帮助到所有的人，帮助到大家，包括今天跟你们聊这个，我也是希望就是说，如果有类似就是想法或者是经历的女生。我不是要鼓励大家，或者是反对大家做任何的事情，只是想把这个去呈现给大家，然后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而且这个如果你真的想做，它没有那么糟糕。对，所以我觉得就是，coaching 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 calling 吧。所以，也是跟 Tina 这样认识，我们都觉得这件事，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符合我们自己使命感的事情。对，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帮助到更多的人。对，哎，太棒了，太棒了！那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儿，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发邮件我们都会帮你转达给利比。那我知道利比今天还特别准备了一个福利送给大家，那哦，个你自己说一下。对，对对，有人找你 coach 怎么找到你呢？那个对，那个我相信，Tina 和 Zoe 你们可以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大家。那同时的话，我现在的我是一个那个 professional coach，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是我们的那个很多高管的教练。但同时呢，如果大家希望能够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人生中遇到一些卡点啊，或者有一些问题，希望找到答案的话呢，我可以 offer 给大家3个免费的 coaching session。而且我是相信，嗯，这个真正的答案都是在大家心里的。我只是一个陪伴和帮助大家发掘自己内心能量的一个陪伴者和观察者。嗯，太棒了！太棒了，我就想 grab one of the three seats。你咱别这样，少来。咱们一共就3名啊，咱们 grab 2个 seat，对对对，咱们还是留给听众，留给听众，不是很 fair。手慢无啊，手慢无。嗯，可能还是再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有跟你同样想法的，想做 single mom by choice 的女生，有什么特别需要准备的？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大概30多岁，我现在在想这个事儿，我怎么去准备，心理上还有各种方面，我觉得你可以再讲一下。对，很好的问题哈，就我不是让大家就是头脑一热，然后就像我当时像我一样，就是很明确的，然后就啥也不想，对吧？还是说要有几方面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就是说从 technical 的层面来讲，就是技术层面来讲，女生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的生育能力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的，嗯。这个是有生育期限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我们不可以违背自然规律。所以我很建议，就是有意愿成为妈妈的女生，你可以先去做一个自己生育水平的这个评估，这个所有的那个生殖科都可以做这个检查。你通过这些检查，你去了解自己的卵巢的功能怎么样，你做到心里有数，这样你就不会慌乱。对，这是第一个。就是首先你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因为也有可能是特别年轻的女生，但是她可能有卵巢功能低下啊什么的，她其实想成为妈妈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至少说你做完这个检查，你就知道我其实还有多少的时间。那第二个层面就是，
更多是在精神层面，是在心理建设的层面，就是在你决定成为单亲妈妈之前，你要做好这个，做好 scenario planning，就是要想一些问题，并且要找到答案，就是让自己自洽。比如说，我为什么想要成为单身妈妈？你要做这种 soul searching，对吧？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希望我的孩子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成长？那我怎么去建立一个身边的支持系统，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这些资源？那我最担心的事情可能是什么？那我怎么去解决这些让我担心的事情？嗯把这些问题想好了，就 OK 了。甚至说有的时候你可能不一定有答案，但至少你想的这个过程，你就知道哦，可能这是我未来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需要去慢慢的寻找答案。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那第三个就是，嗯，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想单身生育，还是想有伴侣，还是怎么样，一定要排在第一优先级的有3件事情，一个是你要有健康的身体，第二你要精神独立，第三你有赚钱的能力，就是经济独立，就是不管你身边有没有伴侣，这3件事情都是同等的重要。那这样你才会有自己的完全听从自己的节奏，你去决定说我要不要生，我什么时候生，我怎么生，这都是你自己的一种 power，你可以决定的，你就有了这个单身生育的这个底气，那你有了这个底气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很自由的一个状态，就是所谓的这个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的这个高级阶段。就我觉得可能你这3方面3个层面的事情想清楚了，做好准备了，就没什么问题。太棒了。好，这个如果大家还有问题，也欢迎这个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发信哈。这个，我知道，public 来说，就是选择成为单亲妈妈这个事儿，可能都不是那么普遍，所以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去问谁。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疑问，或者是一些希望寻求帮助的话，我相信 Libby 也是非常愿意帮大家去解答嗯。一些困惑。对对对，没问题，没问题。而且就是很多知道我经历的人，嗯，后来我们就成立了一些小组啊，然后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做一些交流啊。那个其实这是有一个 community 的，我记得我那个湾区也有一个叫 Single Mom by Choice 的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 group，所以就是其实是有类似的这些正在经历或者想要经历这样事情的人的。呃，就是 you're not alone 那我也是非常乐意去帮到大家的。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选择同一个捐精者的那些妈妈们，我们后来成立了一个 group。你们怎么知道 each other 的？你们因为当时其实，在那个精子库，它是有一个 service，就是sibling registry，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都是这些孩子都是 half sibling 嘛，对吧？只是妈妈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其实都 half sibling。那你可以就是选择提供你自己的信息，然后呢，如果别人也愿意那个加入到这个里面来的话，那我们彼此之间的信息是可以互相的。所以后来哦，呢，对，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有差不多10个。对，我们有现在10个宝宝，然后以及这些宝宝的家庭，有的是像我一样的，这种单身妈妈，也有是就是夫妻双方，但是他们可能因为有一些就是生殖的问题，然后嗯选择了这样的嗯方式的，还有同性恋，家庭各种形态的，然后但是我们就是都共同的感谢这位伟大的捐精者，然后我们每个就圣诞节啊什么，我们都会互相寄卡片啊，然后等孩子长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聚会啊，我觉得想想也哦，是很太棒了！对。我觉得这一期的名字可以叫 Libby 的人生奇遇。太棒了。对，是太棒了，确实是太棒了！很奇遇的一些事情，但是对，包括我前几周的时候还第一次见到了我宝宝的另外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正好也是在加州，对，我们第一次见面，反正就很可爱的一个经历吧，你就发现哇，他们竟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就是包括在
脾气秉性上面呐、然后一些有些微小的表情上面，你就确实能感觉到，哦，他们确实是好像似乎是就是兄弟一样的。就是兄弟，他们本来就是兄弟啊。对，只是母亲不一样，对，就是同父异母嘛，对，还是挺有趣的。这个捐精者他有限制吗？就是他最对多，对，对对对，它最多只能就是它是有一个上限的，只能捐，比如说每个银行的那个上限规定可能不一样吧，但我印象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二十五个那个 pregnancy，就是有25个活产，就是25个 baby，这好像是上限，对，嗯，嗯。啊，好奇妙！我觉得这个感觉好奇妙，就突然他就多出了十多个兄弟姐妹，然后对，对然后你就发现，其实你不要，当你不去局限于说这种家庭的这种单元的概念的时候，你就发现大家其实真的是有一个，大家人类相通的感觉，就是我们全都是对因为这些，因为某一个偶然的机遇，然后我们是在一起的。虽然我们都生活在不同的家庭里面，但是我们都是彼此相连的。大家就会有一种很温暖的一种社区感。当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家也都会互相鼓励啊。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宝宝，他的出生时间跟以万基本差不多，就大家年龄很接近，然后我们就是同时在要经历，哎呀，怎么这个宝宝有湿疹怎么办？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像路上也会有一样的这种陪伴的感觉，很有趣。哎，我啊，完全我完全没有想到，今天聊天最后聊到了这么一个状态。我感觉我一开始在没有聊之前，我觉得今天的话题可能是一半的快乐，一半的这个痛苦，可能是一个 mix 的感觉。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今天完全全是快乐，然后充满了大爱。你看，不管是捐精，它也是大爱；然后你们这个兄弟姐妹遍布全美也是大爱；然后像李比本身。他的这个稳定的内核也是大爱，然后给大家做很多的 coaching 也是大爱，我觉得聊出了嗯，很多这个美好的东西，这是非常开对，心，我今天真是非常开心。你比非太好了，对，确实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值得，其实是一个很值得 celebrate，很值得开心的一个事情，对。对，对，充满了女性力量。太棒了，太棒了。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Libby 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分享了一下她的故事，我只是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说实话，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有没有一些感触，反正对于我的这个冲击是非常大，非常感谢。今天就当是上了一堂 coaching 课了，没有没有没有，对，感谢 也非 Libby，常感感谢 谢二 Libby。位的宝贵时间，好，谢谢大家，好，那有空我们这个接着下次有机会再聊，希望有机会能够见到你那个漂亮的宝宝。没问题没问题，明天好的，谢见到了，谢，明天就可以见到了。好的，太棒好了，太的，棒了。好，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那谢谢两位，好，谢谢，拜拜。拜拜。